好，我是阿德，在这边简单示范一下，我们怎么样利用 Google 的试算表来进行手边字幕档的一个简单的一个 Google 翻译。那我们当然第一个要准备的就是你要有一个 Google 云端的账号，然后你可以使用所谓的试算表。然后我们现在来做两种示范，一个是字幕档是点 SRT 的，好，这个 SRT 跟点 SVV 这个格式其实很类似，那我们做点 SRT 的示范就好。如果你手边有英文的点 SRT 字幕档，其实我们可以用记事本把它打开。我现在简单开一个那个 SRT 的字幕档出来，好，你可以看到这个就是一个 SRT 的字幕档，它会有一个这个影片的哪个时间点，那他说了什么话，他说了什么话这样子。那当然，其实如果说你要翻译出来的结果是好一点的结果的话，像这个字幕啊，有的是直接用语音辨识产生的，所以它的断行断句不是那么刚好在一个句点的一个地方，所以这样子翻译出来的品质当然不太好。所以如果你觉得那个文件还蛮重要，你真的很想把它看懂，或者是有一个比较好的翻译的一个品质的话，那可能你对这些文件要稍微做一个整理，先把英文的文件做一个稍微的整理。当然，这个可能很花时间啦，把它一些句子应该是连在一起的。比如说，你看这里有个 we，用 we 开头，然后后面其实是不就是没有连上。那比如说，你很简单的去把它剪上去，好，剪上去这个地方，好，把它串在一起，那等于翻译出来效果应该会好一点，应该会好一点。如果有时间可以把字幕档做整理的话，那整理好翻出来的结果会比较好。我们在记事本中，我们可以用 Ctrl A 或者使用编辑全选的功能，把所有的字幕选起来之后，按右键复制或者 Ctrl C，把它贴到 Google 的试算表里面来，像这个样子。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把所有的字幕都贴过来了，我把它稍微拉宽一点。好 ，OK， 好，这时候我们要利用一些语法来做这个字幕的翻译。那第一个会遇到的语法是什么呢？其实像这种数字栏位或者是时间的栏位，这个是不需要翻译的，因为这翻译之后，它其实可能字码会变，所以反而有问题会出来。我们需要翻译的就是这种有文字的部分就好。那我们先做一个简单的判断，判断说前面这个 A1 啊，这个 A 这一栏哪些东西要做翻译，所以我们用一个简单的一个语法，这个语法我有把它放在网页上，我们直接从网页上去做 copy 就好了。那我这边因为示范关系，其实我有一个文字档啊，我直接用这个文字档来抠。好，第一个我们先把语法一先复制起来 ，Ctrl C 复制，然后把它贴到这个 V 这个栏位。要注意要贴的时候不是直接贴上去，而是直接从这个上面的输入框直接贴上去，它这样子语法才会正常，好才会正常。那这个语法就是说我们要去判别说前面这一栏要不要做翻译。那我想这边我就不做这个语法的说明啦。其实简单来讲，就是先判别它前面是不是空的，然后判别它第一个字是不是数字。假设是第一个字是数字的话呢，它其实就不需要翻译。好，假设不是数字的话，它就会把它写上一个 T 这个字来代表说它需要翻译。但是所以这个语法简单来讲是这样。那我们先把它整个填满哈。像这样用拉的全部把它拉上来，你会发现有一些地方判别为 T 的，就代表它要翻译。你可以看到这些用 T 的，像这里这个就代表它需要翻译，它需要翻译，所以说有个 T。好，但是所以因为我们是用它第一个字是不是数字来判别这一栏要不要翻译，所以你做完这个语法的整个下拉动作之后，稍微检查一下，你可以稍微整个检查一下，为什么要检查呢？因为如果说你那个英文字里面刚好，英文句子里面刚好第一个字是数字的话，它也会认为说它不需要翻译，它就会给它一个数字0，代表说它不需要翻译。好，所以如果你有遇到这个状况，我举这个例子，比如我这边随便前面故意打个数字，比如打个5好了，打个5，抱歉，打个5，你会发现，当它就会变成0。
所以你觉得这个明明要翻译，但是它被辨识为不需要翻译的时候，其实可以不用去改你的内容，比较简单做法是你直接把它打一个 T 上去就好了，就强制它翻译这一行。OK， 好，所以其实像我改回来了哈，像我改回来，好，我再把那个语法拉回来 ，OK， 那这就没有问题，它就判别它需要翻译。所以这个是说需要稍微检查一下的地方。好，那这 B 这个栏位现在已经去判断好前面是不是需要翻译了。那现在就要用语法2，语法2就是怎么样呢？告诉 Google 的试算表，请他去帮我们做翻译。那怎么样翻译呢？这个语法2来，我们看一下语法2。好，语法2就是说，我们现在一样把它贴在 CJ 栏，贴在 CJ 栏，然后哈。注意，一样从上面这边 FS 这边来贴，啊，这样才会是正确。那简单解释一下，就是说这一栏呢，它就是去判别 VJ 栏，它到底是一个数字还是一个文字。好，如果说它是一个数字，就代表这个数字就是0嘛，像这0的都是数字，它是一个数字，代表它不需要翻译，它就是保持原来 A 这一栏的内容就可以了。假设它判别不是数字的话，代表它是文字哦，文字就是需要翻译的地方。好，那我们用 Google Translate 这个函数去做翻译，翻译什么呢？翻译 A 这一栏的资料，然后告诉他我要从英文转成中文。好，当然你如果要转成其他语言，你可以去查说翻译其他语言的代码是什么，那你可以去转成其他语言，不一定要转成中文。好，当我们按下 Enter 的时候，你会发现因为这个是0 ，B 这一栏是0，所以它是1，它不需要做任何翻译。好，我们现在把它这个语法向下拉，你可以发现有 T 的位置，它就会去进行一个翻译。OK， 这应该没有问题了哈，看起来就很简单了。所以我们直接点2点，它下面它整个就会帮你进行翻译了。有没有？它就帮你用 Google 翻译，所以最后再来怎么做呢？很简单，你只要把 C 这个栏位 copy 下来 ，Ctrl C copy 哈，我这样开一个新的哦，我开一个新的，给它存，贴上，好，贴上，它整个就会有中文翻译后的一个字幕出来，然后你就可以用这字幕去看你的影片。OK， 这是 SRT 的一个做法。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另外一个比较复杂的格式，就是VTT 这个格式。好，你可以看到 VTT 格式它比较复杂一点，这么复杂，其实做法跟刚才一样，只是变成我们要怎么判定要不要翻译是比较麻烦一点。好，所以我们一样用刚才的试算表，我现在开另外一个工作表来，我们利用这个新的工作表来翻译这个 VTT 的格式。好，一样的 ，Ctrl A 全选 ，Ctrl C copy， 一样把它贴到试算表里面来。下一个动作要稍微注意了，因为其实我在写那个语法的时候有点懒惰，我没有把第一个这个 Web VTT 这个格式给它判定进去，所以我们在贴那个语法1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哈，我们这个 VTT 的翻译哈，翻译 VTT 这个部分，在语法1的时候呢，请你从第2列开始贴起，你可以看到里面的写法是 A2 哈。我按 Ctrl C， 然后我们从第2列开始贴起，好，一样用 FS 这边贴哦，你不要直接贴在里面，好，好，然后你说那第1列怎么办？第1列直接给它输入个0就可以了，好，因为第1列它其实也不需要翻，好，直接用第2列，所以一样你就往下拉，全部拉好之后。你可以看到它已经有判定出来说，哎，这个 T 要翻译的，0不需要翻译的。但是请大家注意一点，这个部分哈，那个 VTT 的判定哈 ，VTT 的判定稍微复杂一点。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一个，也就是说，刚才我们 SRT 的这个格式判定，我们用这一行的第一个字是不是数字来决定它要不要翻译。
但是 VTT 的格式比较复杂一点，我是用该行的前2个数字来判定它要不要翻译。好，为什么用前2个数字呢？因为你可以看到，在 VTT 格式里面会有这种奇怪的编码，那事实上它也不算奇怪啦，这看起来很明显，它是16进位的编码，所以我用前2个字，它是不是一个16进位的码来决定那一行要不要翻译。所以你在做 VTT 格式翻译的时候，就要特别小心，因为其实有些英文字刚好前2个字也会等于16进位的值，所以它被误判的机会更大了。你就要更仔细的稍微看一下你的翻译有没有对上，前面2个字会被判定为16进位，他会认为它不需要翻译。我记得像这个文字档，我记得在这个档案里面的，比如说第300多行，好像有这样的例子。你可以看到有，这里 BA 有没有 BA？ 它其实也是一个16进制的嘛，所以它会被判定为不需要翻译。好，像这个你就要稍微检查一下，然后确定上，它其实是需要翻译，我给它输入个 T， 好，这样子代表说，它需要翻译。所以你如果在翻译这个 VTT 格式的时候，要稍微仔细的看一下这里的判定对不对。好，那接下来检查完那就没有问题了，我们继续把语法2贴上来。那语法2就可以直接从第一列来贴了 ，Ctrl C， 好，直接在第一列的 C 栏的第一列贴上语法，从 FS 这里贴上语法。好，因为它已经前面是0判定不需要翻译，所以直接再点2下，好，这边就会有 Google 翻译出来的结果。OK， 所以照刚才的做法一样，我们把 C 栏复制起来。直接贴成一个文件档，直接贴一个纯文字的文件档，然后你就可以把这个文字档直接另存成那个影片的名称，好，加上点 VTT， 然后可以看到你英翻中的结果。好，以上就是我一个简单的介绍，希望这个影片有帮助到你，谢谢。